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？每次黄金出现大波动，所有人都会给你一个数字，有人喊6000，有人喊5000，有人喊4500，但没有人告诉你这些数字是建立在什么假设上的。今天这期视频我不站任何一边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当你听到高盛预测黄金到5400，或者摩根大通说黄金要涨到6300的时候，这些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，以及为什么同样一批数据，不同机构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。6300，摩根大通的年底目标价4500，这是今天黄金的现实价格，差了将近2000块。而就在同一天，摩根士丹利把他的预测从5700下调到了5200， UBS 从5900降到了5500。世界银行说2027年贵金属价格会跌，但 RBC Capital Markets 说2027年黄金要冲到6500。为什么同一批市场数据机构之间能差出1倍？先说清楚一件事，我不是来告诉你谁对谁错的，我要告诉你的是为什么机构预测会分化，以及你应该怎么看这些预测。因为这些预测不是客观事实，他们是分析师在某些假设前提下用某些模型推算出来的结果，假设一变，结论就变。而假设机构通常不会主动告诉你，这就是为什么你听到的预测总是互相矛盾。首先把今天的市场背景说清楚，今天黄金现货价格大约在4500美元附近交易。就在几天前的5月26日，黄金最低跌到了4501美元，这是今年第3次测试这个关键支撑位。年初的时候，黄金曾经冲到过5589美元的历史高点，从那个高点算下来，目前跌幅大约是 16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如果你在年初买了黄金，你现在可能还亏着。但与此同时，机构们并没有因此下调所有预测，摩根大通仍然坚持6300的年底目标，富国银行说6100到6300，美国银行说6000，甚至提出了一个8000美元的极端情景。而另一边，摩根士丹利把目标下调了 10% 到5200， UBS 从5900砍到5500。世界银行说别高兴太早，2027年贵金属可能要跌 8%。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？这里有4个核心分歧点，每一点都在推动机构得出不同结论。第一个分歧，地缘政治溢价怎么算？这是今天最关键的分歧。世界银行的基准假设是2026年下半年地缘政治风险会逐步缓和，在这个前提下，黄金的战争溢价会消退，价格失去上涨动力。但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的假设是，地缘风险不是一次性事件，而是结构性问题。他们认为即使停火协议签了，中东的长期博弈不会消失，这就造成了预测上几百美元的差距。第二个分歧，央行买入能持续多久？这是被很多人忽视的一个因素。今年第一季度，全球央行净购入黄金244吨，同比增长 3%。 这个数字说明什么？说明各国央行在外汇储备中继续增配黄金，这不是散户行为，是国家级的配置。但问题是，这种购买力度会持续多久？乐观的机构认为会持续很多年，悲观的机构认为这只是短期现象，迟早会减弱。第三个分歧，美国利率怎么走？这是最直接影响黄金的因素。黄金不产生利息，当美国利率上升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变高，金价承压。当利率下降，黄金吸引力增强，金价上涨。UBS 的分析师说的最直接，市场正在重新发现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概念。如果美联储维持高利率更久，黄金就缺少一个重要的上涨动力。如果降息预期升温，黄金会得到支撑。第四个分歧，现在是牛市中途还是牛市尾声？这是最根本的分歧，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。
如果现在是牛市中途，每一次回调都是买入机会；如果现在是牛市尾声，每一次反弹都是逃命的机会。机构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完全不同。既然大家的预测差距这么大，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？第一次大分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2008年雷曼倒闭之后，黄金从1000美元涨到了1900美元。那时候机构的预测差距也很大，有人看到3000，有人看到800，结果是黄金真的涨到了将近2000美元，但中间经历了一次34%的回撤，很多人熬不过那个回撤。第二次大分歧2012年欧债危机，2012年欧洲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时候，黄金涨到了将近1800美元。之后美联储没有推出第3轮量化宽松，黄金开始回落。那时候机构和现在的分歧很像，有人说破3000，有人说见顶。结果是黄金真的见了顶，之后跌了4年，到了1050美元左右。第三次大分歧2020年疫情后，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，黄金冲到2070美元的历史新高。之后疫苗消息出来，金价回落。当时也有很多人说黄金要破3000，结果是2年后黄金才开始真正突破那个高点，而且是因为通胀，不是疫情。历史教会我们什么？机构预测的分歧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推动分歧的假设哪个会最终变成现实。说了这么多，黄金不能不提白银。白银的剧本其实比黄金更有戏剧性。BlackRock 统计2025年白银涨幅达到 148%， 2026年初至今又涨了 19%。 JP Morgan 预测2026年白银均价大约是81美元。相比之下，今天白银现货价格大约在75到78美元之间。白银为什么值得关注？因为白银既有金融属性，又有工业属性。光伏面板、电动车、数据中心，这些都在增加对白银的工业需求。而供给端，白银长期处于短缺状态。世界银行的预测是，白银在2026年会有更大的涨幅比例，因为它基数低，需求弹性更大。所以如果黄金的机构预测分歧让你头疼，不妨看看白银，它的逻辑可能更简单。好，说了这么多，现在来认真思考一下，接下来怎么走？我把3种情景告诉你，你来决定自己的策略。情景1，地缘缓和，通胀回落。悲观情景，假设美伊最终达成停火协议，地缘风险溢价比现在低很多，美联储维持高利率或者降息节奏非常缓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黄金的支撑会减弱，机构预测可能进一步下调，金价可能回落至4000美元附近，甚至更低。白银同步受影响，可能回到60到65美元，这不是不可能的情景。2012年之后发生过类似的事。情景2，地缘持续，利率下行。基准情景，假设地缘风险维持现状，没有大幅恶化，但也没有完全解决。美联储在下半年开始降息，实际利率下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黄金的逻辑重新得到支撑。机构预测中偏向乐观的那些5500到6000有机会实现。白银在工业需求和金融属性的双重推动下，可能突破80美元。这是目前主流机构预测的基准情景。情景3，美元走弱，避险需求爆发。乐观情景，这是美国银行提出的8000美元极端情景的实现路径。触发条件，全球风险资产大幅下跌，美元信用受到质疑，央行加速增持黄金。在这种情景下，黄金的涨幅会远超预期。这不是不可能，但概率最低。看完这期视频，你可以做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去查一下你关注的机构和分析师，他们的目标价背后的假设是什么？
他们认为地缘政治会怎么走，利率会怎么走，央行购买会持续多久。知道了假设，你就能判断预测值不靠谱。第二件事，看一下自己持仓的黄金和白银占你总资产的比例是多少。这个比例应该根据你对最坏情况下能亏多少的承受力来决定，而不是根据机构的乐观预测来加仓。第三件事，把这三件事放进你的每周信息流。地缘新闻动态、美联储官员讲话、央行购金数据，这三个信号比任何机构的年底目标价都更值得你关注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， YouTube 会把它推给更多跟你一样关心自己钱袋子的人。点一下订阅，你更相信哪一方的预测？觉得黄金能破6000还是会回落4000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们下期来聊。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个人化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详细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。我们下期见。